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湖南郴州大山里面。去年我走西北，还有走贵州、重庆那一带啊，发现呢有很多悬崖村，相当于是在一个突兀的山峰上面呢，有人居住，相当于是一个村落嘛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湖南大山里面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悬崖村，有人居住在上面。我们看其他的悬崖村，很多呢属于泥土，然后今天这个呢不一样，它被称为石头城，就相当于这个悬崖村是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，四周呢都是悬崖绝壁，里面呢还有留下了很多遗迹啊，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那些摩崖石刻。在明清时期，很多文人墨客来到这个地方，那呢跟其他悬崖村是不一样的。其他悬崖村是可能世代人居住在那里，很少有文人过来，而这个呢就不一样了，并且呢，这里还是湖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。众所周知，一说到悬崖村，那么肯定是交通不便，基本上呢只有一条小路通到山顶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只有一条小路通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隧道口，才能进入这个悬崖村。以前的话可能还不太方便，现在这条路呢，刚好只能过一辆车辆，2辆车会车的话都不行。这里呢是叫做玉家寨，始建于明代，占地面积呢大概是4万平方米，四周啊都是悬崖，基本上是平面型的芦刀削成的绝壁。进出的话有一个寨门，整个这一块悬崖村呢，就相当于是在一个石头上面，因为四周的那个石壁，我们说的绝壁是连成一体的，从下面爬是爬不上去的。最早的时候呢，是有记录，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村落。为什么叫玉家寨呢？就是说有一个举人姓玉，来到这个玉家寨，创办了一个书院，就在这里教书。在清朝乾隆年间，当地的知府来到这个地方，认为啊，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。进入这个村，首先就看到一个寨门，旁边呢都是像刀削的那些绝壁，很高啊。在寨门旁边就看到摩崖石刻，胜境，这个应该属于明朝时期的。那么这些当年这里呢，都是一些字体。只不过呢，现在可能风化的风化，那留下来的呢，就这些。这个下面也有，我们走过去看看。而且这些绝壁颜色不一样的。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摩崖石刻？就是因为这里最早办过书院，那么办书院就培养了很多我们说的读书人，他们呢就会在这里留下墨宝。那读书人走出去，或者中举人、中进士，他家乡或者他的母校，他一定也不会忘记的。那这里还有一篇文章，应该是描述这个地方的，不过很多看不清楚了。像这几个字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，20年不上朝的皇帝。这个是明朝万历的，他是嘉靖的孙子，2个人，一个在位45年，一个在位47年。看完了路口，还有这些摩崖石刻，现在去石头城悬崖村里面看一看。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寨门，那这些巨大无比的石头，长度的话80公分，厚度大概30多公分。那当年这里呢，就是唯一的通道，从这里进去呢，就正式进入那个寨子。里面呢，以前是不通公路的，最多以前是可能抬轿子。我在网上看资料，这个里面呢还有10几户人家。那这里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个寨门跟这个山体是融合了，寨门就是山，山就是寨门。其实呢，这个也起到一个防御性的，因为在以前可能有土匪嘛，那自然而然寨墙就是起到这个作用。包括这个上面呢可以走上去。那在这里呢，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这个门一关的话，你很难进来的。同时，这种寨子呢必不可少，在以前一定是有人守卫的。
以前建村子、建寨子都不会考虑那么多，因为空间有限嘛，基本都是用石头铺成的小路，不像现在要预留汽车过的。以前在古代，摩托车也没有，什么车都没有，所以自然而然就考虑人行走方便。你包括这个地方前方全是大的石山，然后是大家一起开垦出来的一条路，相当于就是在石头上挖出来一条小路嘛。经常说大自然神奇，小时候读过一首诗嘛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你看看这里的树木厉不厉害，生命力极强，它在这个石山上面长出了这么大的树。这里是没有泥土的，下面这里是寨墙，寨墙旁边依照的就是石山，但是这个树木还长得这么大。在这种深山里面的村落，就有这样的老房子，这个明显的也是上个世纪60、70年建的。大家看到这里有2块石头，中间呢相当于一个电线杆。以前这里其实是一个旗杆的，这个就叫做旗杆石。因为在明朝的时候，这里办过书院，所以就培养了很多人才。刚刚遇到一位老爷爷，他说之前呢，在这个地方旗杆石非常多，旁边也有，包括上面也有，总共呢当时出了相当于当官的有8、9位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书香门第之村，就是有很多人才嘛。只不过历史的时间太长了，就慢慢的这些就没有了。按照刚才那位爷爷说的，这个村落大概是500多年。这里还有一些菜园子，一直往里面走，还有土菜馆。那像这些建房子的材料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有瓷砖，还有这青砖，肯定是从山下面挑上来的，因为这村落里面是不通车的，都得一步一步的挑上来呀，非常不容易。在这些地方就能够看到春天的气息，到处开花，然后地上呢也长了很多草。我们现在一直往这个村落沿着这个悬崖边转一圈，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悬崖村、悬崖周边绕着走一圈。你像这些地方啊，一般再过段时间可能就会开垦成菜地了。再看看这个地方，又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。这2块巨大的石头相当于守卫一样的，那我估计当年这里也是人工开凿出来的。这上面呢还有一些摩崖石刻，不过呢看不清楚什么时代的，反正总体来感觉都是明清时期的。你看这里应该是当时读书人把它雕刻在这里。来到这个悬崖村，发现一栋房子比较独特，就是眼前这栋啊，上下2层的，这上面还有走廊。这个房屋跟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很像，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，在20年前或者30年前，那个时候建的房子啊，普遍是这样的感觉。特别是我们走了一些3线工厂，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上面这里一些小房间，感觉有点像那个老师的办公室，空间大一点是教室。在这个地方，我感觉啊，应该是当时的办公场所。这里呢不是人居住的啊。站在上面看远处的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这栋房子离悬崖村这个周边上啊，不到10米，可能就是8、9米嘛。然后能够看到悬崖下面的场景。我问一下，这些路是什么时候修的？00几年修的。00几年？对。那以前怎么进出啊？挑啊。啊，像你们悬崖前那边不是有条小路吗？啊，对，我看到。从下去是挑上来。对。那像这些房屋，这个砖也是挑上来的？全部挑上来的。那你家呢？我家不是一样，我们家小时候，80年代见到的红砖房就是自己烧的啊，就是那个砖那个瓦，全部是从那个村子挑上来。那也有几公里啊？对啊。那好累啊。是啊，这是以前全部是挑上来的。那这个地方水怎么解决？抽啊。从下面抽。从下面抽上来。啊，那还是有点不方便啊。方便，现在好多了。啊，现在是比以前好。反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不太方便。不方便。
现在路感觉不是太大，应该上来，刚才看到我下面停了一个车吧，就在桥下面那个，就那个车，我5.7米的，上那车子太大上不来，小车子稍大点都进不来。那其实等于上，现在如果要建房子那个砖，那可能还得从下面一点点挑上来，对，就是还是进不到村里面，进不了，那确实不方便。不过现在基本上该建的都建好了，差不多了。那基本上这边你们是出去上班，还是在这边种什么？像我们那里基本上是种葡萄。种葡萄哦，下面那些的。对，那收入还可以啊。我刚才下面看到一点，那个阳光是很好，夏天这里热啊。夏天是的。刚刚那位大哥简单的向我们介绍了一下，那么当年他们建房子很多都是要走2公里，从那边地方挑砖和瓦进来，因为这条公路呢大概是00几年修建的，那么在之前呢，那只能靠人工走上来挑上来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城墙，现在呢是一条小马路，刚才那位大哥的面包车可能就是这里通过的。为什么会一个城墙呢？因为这里离悬崖边上很近呐。那么一些人骑车或者是开车以及3轮车，你没有这个拦住的话，不那么安全，所以呢就建设了。那同样的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古代的城墙？打个比方说，在古代有土匪来进攻这个村落，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名嘛，文人墨客多，还有当官的老家在这里。那土匪来进攻的话，肯定有人守卫的。那这些房子呢，可能也有一定的年限了。一般在这种村落里面，家门口都种了很多菜。那这些菜都是我比较喜欢吃的。农村自给自足，自己种的，自己养的，真的是一种享受啊！我等于现在是在村落的深处走了。它这个房子有新建的，也有老的。那么老的呢，可能就是一些人，重新修建了，老房子留着，或者是搬迁走了。那个就相当于就是水窖，从山下把水抽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再进入到每家每户。现在准备出去了，边走边看。那这里还碰到一个3轮车上来，因为这里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摩托车、3轮车的工具，都是不平整的路啊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，在空中看的就是一个天生桥，大家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村落的唯一通道就是这种个桥底穿过。我们现在等于就站在上面，非常好玩呢。天生桥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，一般是在大山里面。贵州有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天生桥，还有重庆的那个5龙天坑也有好几个天桥，都是非常有意思，那些都变成景点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也差不多算是景点了。前面看到也像是一个寨门，明显的分为2部分，下面呢是有年代感，可能就是明清时期的，上面呢就是现代的。那么车辆进出呢，就是走这些，但稍微大一点的车是过不来的，基本上只能面包车，还有3轮车。那以前呢，可能主要进出就是这里，因为这个悬崖村唯一的通道就是那个正门，这个只是后面为了修建方便一点弄的。这个悬崖村我们就基本看完了，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村落，它历史文化还是相当深厚的。在明清的时候，出现了很多人才，就在古代有当官的嘛。刚才遇到那位大哥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，这里还有一些老房子，最大的一家呢有几十个房间，就整个这个悬崖村上的人全部去那里面住的话，还住不满。只不过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，被一场大火烧了精光，所以后面一些老房子基本上就没有保留了，都是一些看到最老的，可能就是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建立的，然后后面就是一些青砖、红砖、现代建的房子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来玩一玩、看一看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这个悬崖村大概是不到20户人在此居住，也就是说，大家是居住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，是不是有点像世外桃源？